歼20隐身战机有一大堆，中国的前线隐身战机的数量也将超越美国。那么美国将如何面对呢？那么这个情况属实不属实？我们下面做一下分析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强少。据美国空军杂志报道，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资深成员詹姆斯·因霍夫在10月5日的听证会上说呢，到2025年，中国部署在前线的第5代隐身战机将会比美国更多。那么他这个话到底是为了忽悠美国国会投更多的钱来生产 F-35，还是真有这样一个可能呢？我们来看看中国的专家怎么说。歼20的总设计师杨伟在第13届珠海航展上公开表示，歼20已实现批量装备部队。今年7、1时，15架歼20飞过天安门。实际上，天上不止15架，地上还有一大堆。中国航空工业现有的产能可以满足空军需要。航空装备的研发特点之一就是周期特别长，尤其是先进的隐身战斗机，动辄呢需要花费20-30年的时间才能把它搞成。那么现在呢，因为我们国家在工业技术等方面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，我们的研发生产周期有所加快，尤其是歼20这种先进战机，它在设计、制造、实验、工艺等方面呢都在不断的加速。当然，这里面包括目前正在生产的和后续的改进型方案。那么与此同时 ，FC-31隐身战斗机的首席设计师孙聪也表示说，舰载机很快就有下一代了，不用过今年就能看到了。报道认为，这很可能是指 FC-31的解放军自用版本将会登上中国航母。过去呢，很多外媒分析呢 FC-31是一个出口型的隐身战机。那孙聪这个表态呢，让外媒认识到，我们自用版本的 FC-31可能很快就会飞上祖国的蓝天。针对中国航空工业近年来的快速发展，詹姆斯·因霍夫就此认定说，到了2025年，中国部署在前线的第5代隐身战机呢将会比我们更多。由美国主导空中力量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，我们有更多的工作要做。那么他的这个说法属实不属实呢？很多人会觉得他是瞎忽悠，因为 F-35这款隐身战机，光是美国空军的采购量就高达2000多架，而且它每年能够生产120架到150架左右的成品，怎么能讲美国的隐身战机几年之后会比中国少呢？不要忘了，它指的是前线。那么这名参议员这种说法真的属实，还是为了向美国国会要更多的钱，继续大规模的生产 F-35呢？首先，我们来看看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部署情况。目前，它除了在日本、韩国有航空兵基地以外呢，在关岛还有一个很大的空军基地。这些基地呢，虽然数量不少，但是容纳战机的规模还是有限的。因为日本是个岛国，适合建造军用机场的地方呢并不很多。它就是把这些在日本、韩国的空军基地都布满了军用飞机，恐怕也很难保证有1000架的隐身战机部署在所谓的前沿基地。加上关岛也没这个能力，何况他把战斗机放在关岛，恐怕就一点用都没有了。F-35战斗机，甚至包括 F-22这种重型隐身战机，它们的航程都相对来讲比较短，作战半径不过1000公里左右。部署在关岛，那基本上如果不进行空中加油，它是飞不到中国大陆边缘的。那么就这样的一个情况而言，如果在未来几年内，中国加快了隐身战机的生产，那很可能在前沿地区双方构成一个平局，就是你的数量增加到一定时候呢，就不能再增加了，而我们的装备数量还在不断的向上提升，因为我们中国大陆有很大的纵深，机场数量要远远多于美国在日本、韩国的军事基地。从这个角度讲，他说的呢也不完全是假话，这样的前景是有可能出现的。那么除了双方在前线地区部署的隐身战机的数量之外呢，质量应该说也应该是作为比较的对象。那么美国的 F-35和中国的歼20
以及很快会开发成功的 FC31舰用版，它们的综合性能如何呢？那么 F-35的最大优势在于战场态势感知能力比较强，它装备了有源相对雷达、综合孔径系统、红外搜索跟踪系统以及比较先进的机载航电系统，但是载弹量它比较小。那么 F-35的这种超强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，确实比美国的 F-22重型隐身战斗机要强，但是和G20相比可就没有优势了，因为 F-35所配备的这些先进的探测器 G20都有。那么未来的 FC31会不会有呢？我想成熟的技术移植起来是非常容易的，因此呢 FC31配备各种各样先进的传感器，包括雷达、红外搜索跟踪系统、综合孔径系统，应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。那么就隐身能力而言， F-35和跟它同级的 FC31相比，一点优势没有。FC31在雷达反射截面这个领域肯定要比 F-35要好，而飞行速度呢也会比它高，航程作战半径，我想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也是全面超过 F-35，那就更不要说 G20这种重型的隐身战斗机了，因为它飞得更远，载弹量更强。因此，这位美国参议员的说法，我个人看法还是颇有道理的。在不远的将来，在东亚地区，中国的隐身战机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会有较大幅度的提升，完全可以和部署在东亚地区的美军的隐身战机，包括它出口给日本、韩国的隐身战机相匹敌，甚至呢，在某些方面还能占据一定的优势。好，今天介绍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